我就花了20.28到28.98万元，雇了这么一个保镖，它就是护卫舰07。海洋网产品最注重什么？就是年轻化。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车头设计都是采用了最新的海洋美学设计。和 Dragonface 相比，它还是更注重一些科技感。比如它的前格栅采用的是这种亮黑色的竖直线条，而且排列非常紧密，有点像在高空中观察浪纹的那种感觉哈。再加上和上格栅融为一体的深海光影晶钻大灯和中间可以发光的 logo， 挺漂亮的。关键是啊，它还能组成不同这个形状的动态灯语，这一下呢就让科技感和年轻化瞬间上升了一个档次。车侧棱角感特别强，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上下两条腰线让整个车侧显得特别的犀利，而且最关键是哪儿？可以看到这个下腰线它两个褶皱非常的接近，所以说可以看出比亚迪的这个钣金功底是特别强的。咱们来看看护卫舰07的这个门把手设计它呢和很多品牌不一样，并不是为了隐藏而隐藏，它这个隐藏设计呢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具有降低风阻的功能，而且上面呢还有灯光效应。当然我最喜欢的还就是地柱上的这个指示灯的设计。先不管它作用是什么，只要有这个灯在，你在远处看护卫舰07这辆车的侧面，就发现它有灵魂了。而且呢，它还有这个显示剩余电量的功能。当你充电的时候呢，灯是向上走的，有这个律动；当你放电的时候，灯是向下走。所以说既方便又实用。当然咱们护卫舰07还有这个2.82米的超长轴距。作为一个大5座车型来说呢，它的后排空间一定是非常宽敞，都不用我上去看怎么样？我是不是有做侦探的天赋？护卫舰07呢也采用这个贯穿式的尾灯但是它最特殊是什么？它这个尾灯的设计是一个海浪漩涡式。大家可以看它接近一个这个正无穷的符号，非常独特虽然白天看不出来什么，但晚上车灯一亮，靓仔诞生。咱们再看看它这个尾翼扰流板的设计也具有这个海浪波纹式的感觉。虽然现在大部分车上呢都有尾翼，但是护卫舰07这种带设计感的尾翼并不常见，也是非常能体现它这个个性化好，现在咱们看了一圈护卫舰07的外观现在咱们就进车里瞧瞧，看看这辆车上有没有什么导弹发射按键。这个海洋网的产品呢，一定叫这个海洋的样子咱们可以从原来的这个海豚海豹上面都能看出来。那么今天咱们这款呢护卫舰07呢，车内也有很多这种海洋元素，比如说这个波浪式的这个前面饰板那么最特殊的是什么呢？这个鹦鹉螺式的门把手非常有意思这种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小朋友呢很难去误开，因为它需要旋转。小朋友呢一般都会去抠这个普通的门把手，但这种旋转式的它很难去打开这个车门。中控台呢还是很比亚迪的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 15.6英寸的自适应可旋转大屏，还有眼前 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盘。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呢，对于比亚迪来说还是比较滚瓜烂熟的比如说它的整个设计感也好，功能性也好，都是比较统一的。另外这款护卫舰07在用料上还是特别着实的，比如说内门板上采用了这个环保麂皮的包裹，还有这个回旋式的空调出风口，以及这个 HiFi 高保真的丹拿音响都是非常不错的。座椅的感觉吧软硬适中，但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可能我觉得稍微偏软一点，这跟市场调研有关。很多人都觉得座椅稍微软一点会比较舒服，但是像我呢，长时间开车可能偏软的座椅就会导致一些腰部不舒服屁股不舒服等等。但是这个座椅支撑性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它还有什么呢？有这个通风加热功能，如果要是再加一个按摩，那就无敌了。SUV 空间还得是大才行。咱们可以看看这辆护卫舰07它是一个大5座的设计。相比于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喜欢那种7座设计来说，大5座设计第2排的空间呢会利用的更加精益求精。毕竟第3排座椅可能很多人用起来也不习惯也不方便，而且用的概率比较小，所以说一个大5座空间是最好的。还有今天给大家揭个秘咱们可以看一下护卫舰07的这个后排坐垫，它其实是非常宽的。就是说咱们坐在一个合适的坐姿坐在这儿的话，腿部整个支撑是非常好的。现在有很多车你乍一开后门，你会感觉这个后排空间特别大，但实际上它的座椅会窄一些，
所以说你坐上去和看上去的感觉还是差别挺大的，以后千万别被忽悠了啊。总体来说呢，护卫舰07的腿部、头部空间都不错，视线也可以。关键是护卫舰07的后排座椅有11档20度的调节。这个对于后排乘客的舒适度来说就有了不小的提升，因为每个人的坐姿习惯都不一样嘛，你可以调整一个最喜欢的、最舒服的坐姿。另外呢，后排乘客还享有独立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还有充电口，包括音响，非常全面。如果你想要阳光，上面还有一个超大的10960平方厘米的天窗，还是挺给力的啊。好，那咱们现在开上去试试吧。咱们开了这么久哈，我先说说我第一个感受吧，就是它的 NVH 做的真不错。护卫舰07呢，这辆车呀，可以说100公里时速以下，它的车内基本没有什么噪音，只有升到100公里以上哈，噪音才会略微的传进车舱内。现在给我一什么感觉呢？就是车窗外和车窗内是两个世界，不信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对于一款风阻系数比较大的 SUV 来说啊，能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加速能力上啊，护卫舰07这款车可以说是能力尚可吧。DMI 比较注重于省，所以它的推背感可能比2.5升的自吸稍微快那么一点，100公里加速9秒以内嘛。DMP 版可能就快很多，因为双电机嘛，4.7秒就能完成。不过在这个新能源时代里边，我敢说护卫舰07这辆车的加速能力绝对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咱们再来说说悬架啊，护卫舰07采用的是前麦克弗逊式后4连杆式，这种悬架组合呢是一种非常具备舒适性的这么一个组合。优点是它的支撑力很强，不管是加减速中的俯仰，还是在转弯当中的这种侧倾啊，都会很小很小。这对于一款4.8米的车型来说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 SUV 大家都知道重心比较高嘛，所以它有时候转向的时候，它的侧倾会比较大一点。但是这辆车的悬架支撑力非常的强，所以在这种高速转向中啊，侧倾并没有感受中的那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阻尼调教的比较硬，所以路面上的碎震会传到车内。但是因为有座椅的抵消嘛，感觉还可以，比较舒服。最主要的是啊，咱们这款护卫舰07还有一个 FSD 的避震器。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可以随时调节悬架的阻尼，所以这辆护卫舰07啊，在高速通过减速带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特别大的颠簸，也没有什么弹跳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啊，我感觉这辆车如果行走在那种318国道上全是搓板路的那种路线上，绝对是一辆神车。舒适度我就不用多说了，前排非常的可以。刚开始我还以为座椅偏软一些，所以长时间驾驶会有点累，但是没想到这个座椅支撑非常好。现在我大概已经开了3-4个小时了，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后排的舒适度呢，感觉上是不错，但是我没有机会去乘坐一下，去感受一下，因为我的摄像老师是个老六啊，工作3年了也没去考驾照，导致连个换手的人都没有。所以下次啊，我们会把护卫舰07这辆车借出来，做一个深度测试，对后排的舒适度做一个好好的评测，然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讲解一番。那么让我最惊讶的是什么呢？咱们比亚迪全新 D-Link 啊，拥有这个4区域独立唤醒功能，你不管你坐在后排也好，主驾也好，还是副驾也好，都能对小迪进行唤醒，非常方便。开了一整天的护卫舰07啊，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个字儿：实用。虽然它说不上特别的豪华，智能驾驶不能站在金字塔顶尖，但是呢，它有像什么无线充电呀、丹拿音响，包括外放电功能，还有 WHUD 的抬头显示，反正该有的功能它都是一应俱全的。好了，咱们现在来划个重点，它的续航能力实在是纯电就达到了205公里。综合续航更超过了1200公里，这是个什么级别？反正你从北京跑到西安都不带加油的。不得不说啊，这款护卫舰07绝对称得上是自驾游神器。你开着它带着全家去山里，加上外放电功能，架在草坪上吃个火锅，简直